1951年6月23日，试飞员乔治·邓肯呢正试图将一架最新版本的 F-9F 黑豹战斗机降落在中途岛号航母的甲板上，但突然吹过的妖风把他的飞机直接甩到了甲板的边缘，战斗机被切成了2截，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这样的架势，你认为飞行员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但幸运的是由于处置及时呢，乔治·邓肯活了下来，而且仅仅只是耳朵被烧伤了而已。不到半年，他又开上飞机了。这段珍贵的影像不仅告诉我们，把飞机降到航母上是个多么危险的活，也让好莱坞捡到了便宜，把它作为素材直接搬运到了好几部电影当中，比如1976年的《中途岛》和1990年的《寻找红色十月》。当然，在后者当中呢，他临时客串了一下更为现代的 F-14熊猫。如今舰载机在着舰时呢会推力全开，所以不太可能再发生掉到甲板边缘的情况，顶多是没有挂上拦阻索后再次从斜角甲板上复飞了而已，造成损失的概率呢大降。不过在早期航母是没有斜角甲板的，舰载机就是直冲着舰首这么笔直的降下去的，没有复飞的机会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给拦下来，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啊。首先，相对于现代航母上只有4条甚至是3条拦阻索而言，直线甲板的航母上有12条拦阻索。但这就够了吗？显然不够啊！万一要是尾钩脱了呢？你再多的拦阻索又有何用呢？那我只能把目标定在起落架上了。于是，在12条拦阻索后面呢，还绷了5条拦阻网，它长成这个样子。由上下2根钢缆组成，架设高度大约1米，通过拦住飞机的主起落架来制动。你最好不要尝试真的用到它，因为我感觉它就是个半马神嘛。飞机撞上去呢，非死即伤是一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做法，而且对那种采用前3点式起落架的飞机牺牲作用还特别的大。好，万一就算这样还是没把飞机给拦下来呢？当然还有最后一道防线高约6米的阻山网了。它由上下2条水平的横索与数条垂直的条带组成，目标直指整架飞机的机身。不过相比起将全部制动应力都施加在飞机起落架上的拦阻网而言，它通过更大的接触面积呢，反而分散了应力，使飞机受到的伤害减小了。尤其是它在材质方面并无钢缆，只有又宽又软的尼龙，也使得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不会像前面的钢缆那样可能划过机头切进座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哪怕是到了现在，航母已经有了斜角甲板和更加可靠的着舰系统，阻山网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平时收起来，紧急情况下只用3分钟就能够架设好，还的确是救下了很多突发状况的飞机呢。生活在海边的渔民常会说一句话：海上风暴，水母先知。这个小小的水母没有骨骼，没有心脏，甚至连眼睛都没有。它是怎么能够感知到千里之外的风暴呢？水母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腔肠动物，早在6亿年前就出现了，甚至比恐龙出现的还要早地球上的5次物种大灭绝呢，水母可是1次都没有落下，全都体验了一遍。但是看似柔弱的水母却打了一个通关，至今仍然活跃在海洋当中。水母的构造称得上是轻装上阵身体的绝大部分呢都是水，占到体重的95%以上。所有他认为累赘的器官通通都没有长，甚至连脑子都没有带。但是水母唯独长了耳朵。什么？我没有听错吧？水母居然有耳朵？别惊讶水母不仅有耳朵，还长了一只听力超强的顺风耳水母的触手上有一个细柄，细柄上呢有一粒小小的石头，称之为听石，这就是水母的耳朵了。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水母在海面自由自在的漂游。当远处出现风暴时呢，海浪与空气摩擦会产生8到13赫兹的次声波，这个声音是人类无法听到的，但是它会被水母捕捉到水母的听石受到次声波的刺激，就会把震动传递到耳壁里面的神经感受器，这样水母就可以在风暴来临前的10几个小时就会听到风暴的隆隆声了。这时的水母呢，会纷纷离开海面，游向大海的深处，躲避即将来临的危险了。海边经验丰富的渔民熟悉了水母的习性，就知道当成群的水母潜入海里面时，风暴就要来临了。这时就要尽快返航。但是渔民每次出海不一定都能够遇到水母气象员嘛，而预测天气呢，又对海上航行十分重要。因此，人们就从水母敏锐的听觉系统受到了启发，发明了水母耳风暴预测仪。
这种风暴预测仪由喇叭、接收次声波的共振器、压电变换器及指示器组成。人们把仪器安装在船舶的前甲板上，正常情况下呢，喇叭会360度不停地旋转。当接收到风暴次声波的信号时呢，喇叭就会立刻停止旋转，指向风暴来临的方向。指示器上还可以显示风暴的强度，帮助船员做出应对措施。水母耳风暴预测仪能够提前15个小时对风暴做出预报，极大程度地保证了海上的航行安全，对航海和渔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啊。水母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叫做警报水母，它的身体可以呈现夺目的光线。当危险来临，警报水母就会释放光线。这个时候的警报水母如同在身上安装了 LED 灯带啊，耀眼明亮。它通过身体的发光性传达疼痛信号，同时进行尖叫寻求帮助。亮眼的光线能够在黑暗的海里面引来更大更可怕的掠食者，从而使当前的掠食者放弃警报水母，落荒而逃了。这种通过发光营造疼痛错觉的特点呢，也给人类带来了启发。人造皮肤曾经是科研领域的一项重要发明，但人造皮肤上面没有神经细胞嘛，无法感知压力带来的疼痛，这就使得人造皮肤超过压力极限时呢，会缺乏灵敏度，很容易受到损坏了。中国华中科技大学模仿警报水母就研发出来了一种人造皮肤，这种皮肤呢，使用了一种能够发出电信号的材料，并将一层荧光粉添加到皮肤层之间。当皮肤受到压力时呢，皮肤感受器就能够感觉到压力的增加和减少，同时释放出不同的闪光方式，仿佛能够通过发光对疼痛做出反应。如果将这种人造皮肤应用到机器人领域，机器人的皮肤敏感度呢，就将更直观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水母可比它看起来要聪明多了啊！如果有机会乘坐邮轮出海度假，当你看到水母时，千万要热烈的和它们打个招呼，因为水母会告诉你，你将度过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期。宇宙真的是寂静无声的吗？宇宙呢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剧烈的大爆炸，恒星里面的核反应，小行星的撞击，超新星的爆发，但是能量再强的爆炸发生的都会悄无声息啊。原因是宇宙是一个高真空环境，几乎没有介质传播声音，于是宇宙里面发生的一切呢，就像是开了一场静音的视觉盛宴。但宇宙真的是如此寂静吗？其实不然啊。除了声波，宇宙当中呢还存在许多其他形式的波，它们的传播并不需要介质，这些波动都是宇宙中隐形的声音，比如一些电磁波、引力波，同样是波啊。声波和电磁波呢还是有区别的，声音属于机械波，它的传播呢是必须要通过介质的，而电磁波的本质是光子。光子本身就是粒子嘛，所以并不需要介质来传播。我们虽然无法用收音设备捕捉这些电磁波，但是科学家会通过一些特殊的设备收集波动，再将这些波动转化为常规的音轨。通过这样的技术手段，我们就能够听到宇宙里面的声音了。就比如2015年，美国 LIGO 引力波探测器首次就探测到了由2个黑洞合并而产生的引力波信号。这是一种非常微弱的信号啊，能够感知引力波的仪器是需要具备极致的灵敏度的。更有趣的是啊，黑洞其实是一个闲不住的歌唱家。他擅长的曲风是超低音啊！为什么这么说呢？2003年 ，NASA 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就记录下来了宇宙中最深沉的音乐音符，它来自2.5亿光年外的英仙座，那里的一个黑洞正在释放能量强大的波纹。科学家将这些振动通过钢琴表达出来，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黑洞呢正在以降 B 调唱歌呢。人类不借助仪器是不可能听到黑洞的歌声的。B 调的频率非常的低，它比中音 C 低57个8度，是人类已知听觉极限的110倍。黑洞的声音犹如其名，听起来也是那么的神秘和遥不可及啊，仿佛一脚踏入时空隧道，坠入了无底的深渊。身边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扭曲了。NASA 的帕克太阳探测器也曾记录下太阳的歌声。太阳风中带电粒子发出来的压力波引起的声波呢，听起来与黑洞的曲风就完全不同了。太阳喜欢玩重金属摇滚乐啊，它表面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嘈杂的金属音呼啸而过。其实太阳系里面所有的行星呢都能够发出声音。金星大气层中存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它听起来像是抖空竹的声音，清脆空灵，有频率的嗡嗡作响。木星作为太阳系里面最大的行星，也拥有最快的自转速度。木星表面常年刮飓风啊，它所发出来的声音呢是超强台风的呼呼声。冥王星的声音就比较特别了啊，作为被太阳系出名的行星，它发出来的声音像是一种急促的号角声，仿佛在提醒太阳系里面的哥哥姐姐们，千万别忘了，在遥远的太阳系边界还有一个爱比心的可爱的小弟弟啊。太阳系之外，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更是层出不穷，有规律的嘟嘟声，有电台搜索频道的嘈杂声，还有毫无节奏的机械声。幸亏宇宙是真空的啊，如果宇宙能够传播声音的话，那可真是够吵的哦。
协和式客机于2003年退役，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是因为安全原因，那你可能是记错了因为这顶帽子应该扣在另外一架客机头上，图144苏联版的超音速客机。可实际上呢，图144起飞的比协和式还要更早所以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它俩的区别。图144于1968年试飞，是全球第一架超音速客机，比协和式早了2个月。它是苏联制造的，虽然看起来很像协和式客机，但更大更重，于是就可以比协和式客机运载更多的乘客。其飞行的速度更快，但它也会使用更多的燃料，于是就产生了更多的噪音和污染。它的技术和功能显然不如协和式客机先进和可靠，因此发生过许多事故和问题，包括1973年巴黎航展上的坠机事故。它于1983年便停止了飞行，整个生涯中仅飞行了55次。再来看协和式客机，它是1969年起飞的第2架超音速客机，也是1976年正式运营的第1架商业超音速客机。它是由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的，是欧洲航空业的象征。它比图144更小更轻，所以可以飞得更远，也更加的高效。它还拥有更先进更可靠的技术和功能，为乘客提供更多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它其实有着良好的安全记录在其服役的27年当中只发生过1次致命事故，而且这根本就不是它的过错。但尽管如此，在经过了14000余次的飞行之后，它还是在2003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可以说图144和协和式客机都是超音速时代的惊人成就，但它们的成果和遗产却截然不同。图144是一次失败和灾难，而协和式则是一次成功和传奇。那既然这样，为什么协和式最后还是惨遭淘汰了呢？如果不是安全原因，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答案。说实话，看到这个又是彩色又是高清的阿波罗月球活动画面，我也不相信它是真的。我们的高清直播才刚刚几年美国人怎么可能在50多年前就已经在月地之间玩的那么溜了呢？啪，这是一个误会，你知道吗？我现在给你看的画面是阿波罗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用16毫米胶片摄像机拍摄的录像带，它根本就不是直播画面，而真正的直播画面是这个样子的，黑白、模糊、卡顿。这样子你是不是就能接受多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50多年前 NASA 究竟是怎么完成地月之间的视频直播的。请记住这几个关键的技术电视摄像机、统一 S 波段通信系统、地面跟踪站和卫星通信。为了将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的活动实时传回地球 ，NASA 与西屋电气合作设计了一款特殊的小型黑白摄像机。这台摄像机必须在极端的月球环境之下工作，包括恶劣的辐射和温度条件，并且只能使用7瓦的电源。同时由于月球表面与太空之间的高对比度，就使得捕捉清晰图像变得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屋电气利用了一项原本为国防部开发的机密技术，创建了一种特殊的低光成像管，它能够在低光条件下捕捉移动物体，而不会使得图像模糊。拍摄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如何传输了。为了传输视频信号 ，NASA 开发了一个叫做统一 S 波段的通信系统，它允许通过一个天线发送遥测数据、指令、语音和电视信号。但是由于带宽限制，无法使用标准的525线视频摄像机，因此西屋电气开发了一种慢扫描摄像机，它以325扫描线和每秒10帧的速度传输视频。这样的设置就适应了有限的下行链路带宽。摄像机通过电缆连接到登月舱，允许在着陆点周围移动。视频信号首先会通过登月舱的天线传送到澳大利亚的一个跟踪站，然后在这儿转换为标准广播信号。接着信号通过通信卫星传回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并向全世界广播。在阿波罗11号降落月球时呢，摄像机被放置在登月舱的一侧，朝向梯子。巴兹·阿尔德林在舱内激活了摄像机，从而捕捉到了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那一历史性一刻的画面。但你知道吗？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差一点翻车因为刚开始广播时，画面似乎是倒置的。还好负责处理信号的澳大利亚视频操作员反应够快，他迅速翻转了图像，才挽救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摄像机在整个阿波罗11号的任务当中完美的完成了工作，并留在了月球上面。随后的阿波罗任务使用了更为先进的摄像机，能够夜视和拍摄彩色图像。阿波罗15号、16号、17号的摄像机安装在月球车上，甚至能够远程跟踪宇航员离开月球的过程。好了，关于阿波罗登月，各位还有什么疑问，请留言告诉我吧，咱们慢慢安排。
今天我要带你们感受一把大脑被知识冲刷的爽感，一起来学习小麦收割机的工作原理。小麦收割机也被称为联合收割机，是现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工具。它集切割、脱粒、清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极大的提高了收割的效率。然而，它的工作原理也非常复杂，所以请办好小板凳，认真听课啊！要是手里面能够拿个面包，边啃边听就更有感觉了。下面我们就来开始啊，先从割台开始讲起。它位于收割机的前部，作用有点像是厨房里面的剪刀。它通常由一系列交错排列的齿形刀片组成，这些刀片在高速旋转的刀轴驱动之下进行快速的往复运动，能够有效的折断小麦秆而不损伤麦粒。这些被切割的麦秆通过一个输送螺旋被送入到机器内部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同时割台还配有自动的调节系统，能够根据地形的起伏自动适应高度，确保割刀始终保持在最佳的收割位置。接下来就来到了喂入系统喂入系统的核心是一组强力的输送链条，它们负责将割下来的麦秆平稳的送入脱粒系统。这里面配备的传感器会实时监测麦秆的流量和密度，通过调节输送速度来匹配脱粒系统的处理能力，从而避免堵塞和效率下降，以适应不同的收割条件。脱粒系统有点类似于料理机里面的搅拌功能，在脱粒滚筒内部装有多个打击棒，当麦秆通过时，高速旋转的打击棒对麦穗进行冲击，使麦粒与麦穗分离，而这些脱离下来的麦粒通过凹板塞掉落到下面的分离系统。脱粒系统的设计考虑到了不同作物的特性，可以调节滚筒的速度和间隙，以适应不同品种的小麦和收割条件。当麦粒来到分离系统之后呢，它会通过转子和筛网进一步将麦粒和麦秆分离。筛网会根据粒径大小分离麦粒和较大的杂质，而风扇则会利用气流将轻质的引壳吹走。转子的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进一步分离麦粒和杂质。现在较为纯净的麦粒就来到了清选系统了。在清选系统当中，风扇和振动筛起到了重要作用。风扇通过气流将轻质杂质给吹走，而振动筛则进一步筛选麦粒，确保只有干净的麦粒能够进入到储粮箱。这个过程类似于在厨房当中使用筛子来筛面粉，将杂质去除。清选系统的设计允许调节风扇的速度和筛网的倾斜角度，以适应不同的收割条件和作物类型。清选之后的麦粒被送入到储粮箱当中，这就相当于将处理好的食材呢放入到我们的储物柜当中去储存了。不同系列收割机的储粮箱设计有所不同有的是用于不停收割，能够在100秒内清空13吨的谷物，极大的提高了收割的效率。储粮箱还配备有重量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谷物的重量，帮助农民了解收割的进度。在收割过程当中，难免还会有一些没有完全分离的谷物，尾穗处理系统会对这些谷物进行再处理，通常包括再次脱粒和清选的过程，确保每一粒谷物都被有效收集。当储粮箱满了，就需要将谷物卸载到拖车上。卸粮系统就像是一个大漏斗，通过螺旋输送器将谷物快速卸载，同时通过调节方向，确保谷物能够准确倒入拖车。卸粮系统的设计允许在不停止收割期的情况下进行卸粮，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为了确保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够高效工作，小麦收割机配备了联合收割机顾问自动化技术，摄像头和传感器时刻监控谷物质量、机器负载等情况，就像智能助手一样，确保整个收割过程顺利进行。自动化技术还包括了 GPS 导航和自动驾驶功能，能够确保收割机沿着最佳路径行驶，减少重复作业和遗漏。最后剩下的麦秆需要处理吗？切碎和抛洒系统将麦秆切碎并均匀地抛洒在田间，就像厨房里面的垃圾处理器一样。它的设计允许调节切碎的长度和抛洒的范围，以适应不同的土壤管理需求。均匀分布在田间的麦秆碎还有助于土壤的保水和增肥。好了，怎么样？冲洗过后，你的大脑记住了哪个点呢？ChatGPT 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它能帮我写文案吗？答案是当然可以啊。如果我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来实际看一个例子这是我头条号后台的消息中心，每天呢，它都会给我推送所谓的专属热门话题。虽然我之前也的确是参与过但实际发现一点也不热门不过今天无所谓啦，咱们随便选一个，让 GPT 来写写就是了。即使不热呢，也不亏嘛。那就这个吧。远古海洋当中有哪些神奇生物？好，打开 GPT， 输入问题。这里要暂停一下这是很关键的第一步，也是我们需要长期学习和训练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如何问出好问题？其实就跟所有的交流一样提问的高度呢，决定了回答的高度。哪怕对方再怎么智慧，你问了一个烂问题，也是不会得到一个好答案的。所以 GPT 第一个干不了的事情也就出来了，它是没法帮你提出问题的。你看 battle 还没有开始，你的工作就已经保住了。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担心失业呢？因为在平常的学习和工作当中呢，我们大多数人都只会听指令，而不是问问题嘛。AI 来了，自然就混不下去了。学会提问，你就不会担心了。好，咱们再回到 GPT 的界面，你的问题呢，应该是越具体越好，
最好是把你希望他回答的答案的范围都给框出来，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更高了嘛。比如这里，我希望让他给我举5个例子，我希望多听听故事，而不是一堆的学术名词的堆砌等等。来看看他第一遍的回答啊。三叶虫、海蜇、书虫、菊石和鱼龙，每一个都首先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呢也告诉了我发现它背后的故事，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启追问模式了啊。基本上我会在他的回答里面找到一个我感兴趣的点，或者是我不太清楚的点，然后不断的问他，将这个点慢慢展开成能够让我完全明白或者是完全满意的地步。比如他一开始给我讲的第5个例子，鱼龙，就是一个我以前的知识盲区啦，也是我光听名字就想要去了解的一样东西，所以我就让他再多给我讲讲有关鱼龙的部分。你看，结果非常棒啊！基本上看过这段文字，鱼龙是什么，长什么样，生活习性和发现过程，咱们都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然后我发现啊，他讲到了鱼龙其实不是鱼，而且生存时间跟恐龙是有重合的，这就引起了我的强烈的兴趣。于是我就继续问他啊，鱼龙跟恐龙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他的回答也是比较令我满意的，将他俩之间的相同和不同呢都做了总结比较，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信息。于是咱俩的对话呢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我突然就蹦了一个脑洞：如果人类可以坐上时光机器回到几亿年前，这2种生物在远古海洋当中相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好，让他写给我看看啊。说实话，还是挺有想象力的，而且还编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啊，有的真的是蠢到让人发笑啊。比如我让他加入浪漫的成分，他就给故事里面加入了一个女主，而且还是有名有姓的啊，而且还每个都有不同的性格，到最后科幻故事活生生变成了童话故事，鱼龙也变得有感情了，真的是太搞笑了啊。然后还有这段，估计他想满足我关于现代人类碰上远古生物这个点子啊，所以就加入了一个道具进来 ，LED 灯，而且鱼龙还非常的喜欢这个 LED 灯，你说是不是相当搞笑呢？我觉得啊，即使你不把 GPT 当作效率工具，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娱乐工具来用一用的。当然，你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犯很多的错误，有答案直接跑偏掉的，有基本逻辑都是不通的。比如鱼龙明明就是生活在海洋里面的，他给我来了一句翱翔。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啊，他最致命的问题，恰恰也是他最大的优势是。这个家伙的思维实在是太发散了，他前面一个回答可以跟后面一个回答完全就没有关联，也就是说呢，是没有所谓的逻辑一致性的，感觉就像是他的脑子在漫天的飞舞，飘到哪儿，他就达到哪儿，连他自己都是无法控制得住的。当然，也许他本来就不该控制啊，所以。GPT 能做和不能做的第2点就来了，它能够在一次次的对话当中帮我们在各种相关和不相关的知识领域里面搭建链接，可以给我们相当多的启发。假如原本你的提问只是一个平面上的点的话，那么最后可以呈现出来的结果啊，就是一个立体空间里面的球了，包罗万象的球啊。但是这个球的哪个部分才是你真正需要的，还是要靠你自己去拿，然后呢自己去修整。所以总结一下，头和尾这2个最重要的工作呢，它是做不了的。中间它则可以是一个任劳任怨，怎么骂都不会甩脸子，还脑洞奇大的优秀员工了。用得好，一定是个效率神器。实际上，我最近的几篇文案里面呢，都有他的贡献啊。最多的时候，甚至有8、9成都是直接就用了他写的；少的时候呢，又差不多一半来自于他。假如以前我一天只能写1篇文案的话，那么现在我要是勤奋一点，写3篇完全就不是问题。最后，咱们还是把今天一开头的例子做完掉吧，稍微整理总结一下，再让 GPT 抓个关键词放到 Midjourney 里面，生成一幅惊艳的配图，然后这篇图文就可以直接发出来了。海洋里面呢有这样一种动物啊，进化的几乎只剩一个大头被小鱼追着啃也绝不逃跑，喜得外号海洋肉饼。这种又可怜又好笑的动物就是翻车豚。豚这种鱼类呢，其实平时我们接触的是较少的，但它们的种类呢是很多的，生活在海洋当中，血液和内脏一般都是有剧毒的。这么听起来啊，豚应该是挺凶狠的一种鱼啊，可偏偏翻车豚鱼如其名，在进化史上翻了车了，实实在在的给家族丢了脸。看过《疯狂动物城》的朋友，应该都对里面的树懒印象深刻啊。它的每一个动作呢，都像是被放慢了64倍速，但是这只树懒的名字却偏偏就叫做闪电。如果陆地闪电是树懒，那么海洋闪电的名号送给翻车豚，可谓是实至名归啊。翻车豚行动缓慢，每秒大约只能前进50公分，就算它卯足了劲往前冲刺，也就和我们走路的速度是一样的啊。翻车豚的皮肤上长满了50多种寄生物，行动缓慢的翻车豚呢，经常被一群小鱼围着啃，到处被欺负啊。翻车豚在遇到天敌时，更是直接摆烂，你吃吧，我绝不抵抗，好吃你就多吃点啊。你以为翻车豚这好脾气是因为善良吗？不，其实因为它蠢。一条200千克的翻车豚脑容量只有
4克，对的，4克啊！他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逃跑啊。其实翻车豚长了一副并不好惹的样子，它是一个十足的大块头，最长可以长达5.5米，高大的背鳍和臀鳍呢呈镰刀形，尺寸相当，看起来像是一对展开的翅膀。但是你可别细看啊，因为越看越不对劲啊！翻车豚虽然体型庞大，但是却没有长尾巴，一张厚厚圆圆的小嘴巴里面呢长了一对大板牙。但这对大板牙呢，还不是长在一侧啊，而是上颚长一颗，下颚长一颗，2颗牙严丝合缝的咬合在一起，就像2根木棍将上下唇支起来了。因此，翻车豚无法闭上嘴巴，只能24小时都撅着它性感的小嘴唇到处游荡，看起来确实是不太聪明的样子啊。翻车豚呢，虽然呆呆的，但它的一生其实是很励志的啊。刚出生的鱼苗只有2毫米，从诞生之日起呢，翻车豚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由于游泳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成长过程中也是其他动物欺负的对象。想一想啊，翻车豚还是挺让人心疼的啊。成熟之后的翻车豚其实还有一个正经的身份，那就是海洋医生。翻车豚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物质，可以治疗其他鱼类的伤病，所以总是受到欺负的翻车豚不但不记仇，还给他们治病啊。所以这位海洋里面的傻白甜，听完之后你爱了吗？各位老司机，请问什么才叫做车技好？是像《头文字 D》里面的藤原拓海一样，随便漂移也不会从杯子里面洒出一滴水出来吗？我认为不是的啊，真正的高手是从来不会炫那些没用的东西的，他们要玩就玩大的，比如运个火箭啥的。是的，朱雀2号遥2火箭呢就在我的身旁，总长将近50米的它被分成了3大部分，装进了3个大箱子，挂在了3辆大卡车的后面啊。我们看长度来判断一下，这辆最长的卡车运的应该就是朱雀2号的第1级，全长多少呢？40米啊。这辆稍微短一点的，里面装的应该是朱雀2号的第2级。最短的这辆，不出意外，里面就是火箭的整流罩了。他们今天会从浙江嘉兴的蓝箭航天基地出发，一路驶过数个省市，跨越3000多公里，最终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东风航天城96号工位。从这里呢，他们变成了它，等待开启第2次的出征。但是啊，在越过卡门线之前，他得要先通过收费站。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比上天简单啊！朱雀2号自身的直径呢是3.35米，装箱之后加上一些留给紧固装置的空间，使整个车宽和车高都达到了公路运输的极限了。我从跟着它出了基地那一刻起呢，就在想，哎呀，它要怎么才能通过收费站呢？结果是正好啊，贴着边过去了。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啊！前前后后至少花了20来分钟才通过。你说这开它的司机的手要多稳才行啊？不对，首先得要心态稳才对啊！我们跟在后面看他过收费站的道口时，就开玩笑说啊，求此刻司机的心理阴影面积。可你看人家心中有数，完全就不慌啊！那里面应该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朱雀2号的第1级火箭，是基地直通，开这么大的车，然后后面拖着火箭，你在路上开是什么一种感受？心情是什么样的？很骄傲，很自豪。那你开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这个不好的话慢点减速减点速，因为这里面火箭它其实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特别小心好吗？特别小心是吧？对，感觉是运了一个大宝宝一样。那是好，我也提前预祝你这次的任务圆满成功。谢谢。同样的啊，可能有心理阴影面积的，还有跟着车队一路保障火箭安全的蓝箭技术团队了。我们大约每过2到3个小时呢，都会停车休整加检查火箭的状态。此时车队要做的就是检查胎压、检查刹车、检查车辆上下有没有松动的螺丝等等。技术团队要做的就是检查车厢里面的大宝宝有没有被惊扰到了。为了保证火箭的运输安全啊，在燃箱和氧箱里面都是充入了高压氮气的。这个就很像是一听可乐一样啊，如果你把它打开喝完，薄薄的壳子呢就很容易被捏扁嘛。但如果密闭，并且还装满了液体和气体，就非常的坚固了。其实你别说啊，要真的是从比例上来看的话，火箭的外壳真的就跟可乐外壳是差不多一样厚的啊。但是路上毕竟有不少的颠簸嘛，即使又是充了氮气，又是控制了里面的温湿度，技术团队还是会很担心意外的发生嘛。于是他们每次停车呢，都会连上箱子里面的传感器，查看监测数据是否正常。我看到过他们有一次半天没有连上里面的蓝牙的反应啊，豆大的汗珠马上就从脑门上滴了下来了。这心理阴影面积也不比咱师傅差多少吧。还好啊，虚惊一场，是这个金属外壳本来就很容易屏蔽信号所造成的。师傅开的还是真的很稳的啊！想想看，要以这种平均60的速度连续开上3000多公里，连续保持10来天的精神紧绷，直到发射场，真是每一个参加航天工作的人都不容易，都是真正的老司机啊！
夕阳西下，城市睡去，但是人类的航天梦却在随着星辰的升起逐渐远航。朱雀2号这枚中国民营航天完全自主研发的中型液氧甲烷火箭，即将在我们的注目下再次问天，预祝它一切顺利。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叫做《人类的起源》，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话题，甚至很多还是反直觉的。比如这个稍微了解一点人类起源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最早的祖先呢是生活在非洲的，然后再随着迁徙慢慢就遍布了整个世界。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欧洲人，尤其是北欧人，跟咱们祖先的肤色差异有那么大呢？一个是黑的油亮，一个是白的发光，为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还有第二个更加有趣的问题：欧洲人的皮肤是在什么时候变白的？你可以先思考一下，然后把答案写在留言区，稍后再看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好，那么我就开始揭晓了啊。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常年受到太阳的直射，所以紫外线异常强烈。而脱去了毛发，当然我说的是像动物那样浓密的毛发啊。其实你仔细看呢，我们的身体上下还是布满了这种短小但是非常稀疏的汗毛的。不过它们就无法像浓密的毛发那样遮挡紫外线，于是如果不做任何的处理的话，人类祖先早就会被直接晒死，或者是罹患皮肤癌，生出畸形的胎儿，我们也就灰飞烟灭，化作空气，不复存在了嘛？怎么办？人类皮肤当中特殊的黑素细胞就站了出来，扛起了顶天立地的责任啊，制造出黑色素来帮助我们阻绝紫外线。但相应的，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皮肤变黑了。所以你会发现啊，紫外线越是强烈的地方，人们的肤色呢就会越深，因为在这儿阻绝过量紫外线是生存下来的关键。随着人类从非洲开始往外迁徙，有一些人类就来到了纬度较高的地方生活了，比方说北欧，这里太阳常年都是斜着照射下来的，所以阳光稀少，紫外线就不多了。哪里只是不多啊，是相当的稀缺了。黑色素在这儿不但变得多余，反而还有些碍事。因为矛盾的人类既害怕紫外线，又需要紫外线，我们的身体必须要吸收适量的紫外线，才能够自行合成维生素 D。而这种东西呢，则会帮助我们吸收钙质，避免骨质疏松和骨骼变形。要知道，这也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啊。那怎么办呢？让黑素细胞躺平就好了，少干点活，不要制造那么多的黑色素，将自己变成白人，就能够在这儿生存下去了。好，以上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而且你看似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呼之欲出了，对不对？既然欧洲人变白是为了生存下去，那么他们变白的时间应该就会是在自己的祖先迁徙过去的不久之后，远一点可能会是在100万年以前，近一点也应该有个数十万年的历史了吧？毕竟那会儿尼安德特人呢已经分布到了欧洲了。但是最新的研究却告诉我们，直到5000年前啊，在欧洲大陆上奔跑着的依然是基因未经突变的一帮黑人，意不意外啊？这个结论一开始也把科学界给吓坏了。5000年的时间真的是短到了不可思议啊！所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原来这一切可能跟农业有关啊。早期的欧洲黑人虽然晒不到足够的紫外线合成维生素 D， 但是他们的食物来源呢种类却非常的丰富啊，各种植物、海鲜、肉类都可以帮助他们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D， 从而不会缺钙。但是啊，当人类进入到农业社会，人们开始以农作物为主食，对加工谷物和淀粉的依赖程度也逐渐提高，食物多样性的缺乏呢，就导致了维生素 D 的缺乏。而一旦从食物获取足够维生素 D 的这道大门关闭，人体呢就只好另寻解决之道了。那就是让黑素细胞发生突变，从劳模变成懒汉。欧洲人终于是越来越白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欧洲人变白竟然靠的是农业，而关于农业，书里面还有一个更加颠覆认知，那就是农业在使人类变得富足这件事情上，也许不但没有起到正向的作用，反而还拖了后腿。简直是不可思议，对不对？这和传统认知基本上是相左的嘛。但是啊，却拓宽了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图景，于是就能够跳出框架，收获属于自己的思考了。这个呢，就是读书的意义了。马上又是423世界读书日了，所以咱们一起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里面，捧起一本好书，让知识涨涨涨！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不是火箭发射，而是飞机发射。有史以来第一架也是唯一一架使用火箭作为动力的战斗机——梅塞斯密特163彗星。在火箭强大动力的支持下呢，这架长得很像开玩笑的战斗机能够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内爬升到10000米高空，对盟军的轰炸机形成致命威胁。但讽刺的是啊，它对自己人形成的威胁甚至可能还要更高哦。下面我就来跟大家细数一下它身上的各种黑科技。注意，有的是真的黑哦。黑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萌的啊。
他把自己长成一架玩具飞机的样子，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身上最萌的点，鼻子前那个比例极不协调的小螺旋桨。是的，短胖的身材配上迷你螺旋桨，怎么看都像是从动画片里面直接飞出来的。两个问题啊，我一开始不是说它是火箭推动的吗？那这个螺旋桨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第二啊，即使想要让这个螺旋桨来拉动彗星，它真的就能够拉得动吗？当然是拉不动啦，所以它根本就不是用来为飞机提供动力的，而是提供电力。对的，它是一个风力发电机，为彗星的机载设备提供电力。比如像是无线电、测向仪、指南针以及2枚30毫米加农炮的发射电路了。其实这样的小型风扇在今天的喷气式客机上呢，也是依然可以见到的。好，下面我们就真的来点黑科技了啊！彗星上面的火箭发动机使用的是2种自然的燃料 ，C-Stoff 和 T-Stoff。前者是一种水合金与甲醇的混合物，后者呢是浓缩的过氧化氢。两者只要碰在一起就能够猛烈燃烧，完全就不需要任何的点火环节啊！是既直接又危险了。是的，这2种燃料即使单独分开，都还是危险分子，易挥发、易腐蚀、高度易燃。T-Stoff 与任何有机材料接触时都会自燃，包括飞行员。所以驾驶彗星的飞行员们都必须要穿上特制的由橡胶石棉包裹着的飞行服，来尽可能的保护自己。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个自我安慰的玩意儿了。给你们看一张图就知道了，它显示了彗星上面燃料的储存位置。超过1000升的 C-Stoff 呢，储存在驾驶舱的正后方，与飞行员只有1墙之隔。更过分的是 T-Stoff 直接就储存在驾驶舱内，位于飞行员左右2只脚的旁边。这个配置不就是个现实版的要你命3000吗？飞行员的心得要多大才能够置他们于不顾，专心驾驶飞机呢？事实上很难啊。而由燃料引发的危险、事故和伤亡也不在少数。其实彗星是一架动力飞机和滑翔机的组合体了，它的火箭发动机只能为其提供大约7分钟的动力，随后它就会进入到滑翔阶段了。在搞清楚了这点之后呢，盟军也开发出了相应的战法，那就是延迟和彗星的接触时间嘛。等你的火箭燃完之后，咱们再追着一起跑，看你还能够有多少的优势呢？但你别说彗星还是有优势。它出色的气动设计使其即使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也能够飞得既快又稳，还很灵活。想要追上它呢，并不容易。这当然是优势了。但是如果你的对手们都飞得很慢的时候，这就反而成了劣势了。因为高速之下，彗星的飞行员根本就无法用它那2门加农炮准确地瞄准盟军的轰炸机，这不白跑了一趟吗？这还不算更麻烦的在后面呢，返航降落。为了减重彗星呢是不带起落架的。起飞滑跑阶段的2个轮子会在飞上天之后不久便扔掉，只留下一个带了液压减震装置的滑橇用于降落。但是这个液压减震装置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是灵光的，要是不起作用，彗星基本上就是在硬着陆了，没几个飞行员是没有受过伤的。另外由于彗星的滑翔性能实在是太好了，以至于着陆反而就成了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了。你想，本来是对准跑道准备下降了，结果突然一阵微风吹来，彗星又继续抬头飞跑了。这很麻烦因为它没有动力嘛，想要返航再来一次降落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只剩下迫降一个选项了。你能想象要是这个时候彗星的燃料罐里面没有清空掉会发生什么吗？好了，不用想象，真实的事故是发生过的。一名王牌飞行员呢，就是在漏出来的强腐蚀性燃料的侵蚀之下，变得什么都不剩的。所以这架飞机要多黑有多黑啊！最后再分享一点，算是科技方面的黑了。我刚才不是说彗星由于飞得太快，别人打不着它，它也不太容易打得到别人吗？那怎么办呢？德国人想了一招在彗星左右2翼的根部分别装了5门垂直发射的火炮，而控制这些火炮发射的不是飞行员，是彗星头顶上的光电管。当光电管检测到头顶的光线发生变化时呢，就会控制火炮开火，炮弹往上走，弹壳往下抛，就抵消了后坐力。这些炮弹飞到哪儿去了呢？飞到头顶上盟军轰炸机的肚子里面去了。是的，我飞太快没法瞄准你，那我总可以飞过你的下方，趁阳光被你遮挡的时候，自动将炮弹抛上去吧。很聪明，对不对？而且它似乎还真的是有成功的案例1945年，可能正是用这种方法，彗星将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给击落了。尽管 M1163 彗星具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但还是由于更多令人头疼的问题和令人失望的表现，最终也没有为德军带来希望。根据估计，在其短暂的部署期间，它击落了9到18架的盟军轰炸机，自己则损失了10架。这还不算在其开发过程中丧生的众多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所以我一开始才说嘛，他对自己人形成的威胁，甚至是超过了敌人印度的潜艇可不一般因为它有一样在世界上那些最先进的潜艇上都找不到的功能——逃生舱。
在全部4艘西苏马尔级柴电攻击潜艇上都配备了如图所示的安装在舰桥前方的逃生舱，里面呢是个2层楼的设置，由德国航空航天工程设计研究所设计，可以容纳整艘潜艇上面的全部40名船员，能够承受与舰体相同的压力，拥有独立的8小时供氧能力，并配备了供艇员短期生存和通信的必要物资。是不是相当先进啊？但是它有点先进过头了因为西苏马尔级呢是个小潜艇，本身的空间就不富裕，还要让出大量的空间，尤其是压力舱的空间肯定是划不来的嘛。它又不像人俄罗斯的台风级，对不对？连游泳池都能够装得下，再多装一个逃生舱又能怎么样呢？对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印度，也就只有俄罗斯的潜艇装了逃生舱了。而且人家的逃生舱呢还不占用压力舱的空间，是将舰桥切掉一部分来安装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和谐了你看这张照片就很像我切西瓜的手法嘛。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钱又惜命的美国人不在自己的潜艇上搞逃生舱呢？因为有2个原因嘛，不科学和不值得。99%的海洋远远胜于潜艇能够到达的深度即使你设计了能够承受极端压力的逃生舱，艇员也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进入其中才行嘛。但潜艇自身的崩溃呢，可是等不了你那么久的。好，那我不管3721，就是要给潜艇加一个能够扛住极端压力的逃生舱，可以吗？技术上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么做必定就会压缩潜艇内部的有限空间了。把这部分空间给让出来，就意味着会有另一些东西被拆除掉。所以你在这么做之前呢，得要认真的思考一下，它值得吗？显然大多数国家得出来的答案都是不值得，而且俄罗斯还用真实的案例帮大家验证了2次重大事故，逃生舱几乎都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好，既然没有逃生舱，那如果潜艇真的在水下遇到麻烦了，艇员该如何去逃生呢？有2种办法一种是穿上特制的带有有限的氧气，能够隔热并拥有浮力的防水服，进行失舱逃生。所谓失舱逃生，基本上呢就是在穿好服装后进入到一个特殊的舱室，然后放水进来，当潜艇内外的水压一致之后呢，再从出口游出去浮上水面。当然这是装备好一些的情况，那差一些呢，就只用一个叫做斯廷克头罩的装置，只把头部给罩起来，然后还可以选择从鱼雷发射管去逃生嘛。好，第2种办法呢就要舒服多了，派遣深海潜水救援艇前去营救。它本质上呢也是一艘小型的潜水艇，可以跟遇难潜艇的逃生舱口对接，将艇员转移到这个里面之后呢，去逃出升天。当然前提是沉没的潜艇没有翻个底朝天才行蛇向来都是心狠手辣的代名词，但它却是个天生的近视眼，近视度数高达1000度。如果给蛇配一副近视眼镜，镜片能够厚得像个酒瓶底。蛇的视力不好呢，是因为它眼里面的晶状体是无法调整曲率的，只能靠前后移动的方式在视网膜上成像了。蛇的眼神有多差呢？这么说吧，你站在距离它5米的位置，是男是女，它都分不清楚但就算是这个视力，在蛇里面都算是人上人的水平了。盲蛇科的眼睛甚至退化为鳞片下面的一个黑点，只能够感知光亮和黑暗。蛇没有眼睑，只有一层覆盖在眼外的透明原膜。蜕皮时呢，透明原膜表面的角质层也会一起退掉，因此蛇在每次蜕皮前呢，眼外的透明原膜就会变得浑浊，蛇眼呢就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面纱，更是看不清楚东西了。蛇还没有外耳和鼓膜，所以无法接受空气传导的声波，也就是说蛇还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但是几乎没有视觉和听觉的蛇，在捕捉猎物时，为什么就丝毫不影响它的闻准狠呢？这是因为蛇出生时呢就自带一套高科技的装备让它可以精准捕猎。蛇有探测周围环境温度变化的本领，所有能够散发热量的活物都会被蛇精准锁定蛇感知温度变化的位置呢是在头部2侧的脸蛋上，这个器官呢在鼻孔与眼之间，位于脸颊2侧的凹陷处，叫做颊窝。颊窝里面有一层膜，这层膜与蛇的3叉神经连接，对热极其敏感。颊窝内饰保持着与周围环境相同的温度，颊窝外饰呢则朝向散发热量的物体，接受物体发射出来的热射线。当有猎物靠近时，颊窝膜2侧的温度出现了温差，在膜上就形成了一个温差电动势，通过神经传导到中枢，给蛇送达猎物出现的信号。蛇的颊窝能够精准地定位发射热射线物体的位置，所以蛇的颊窝又被叫做热测位器。在所有蛇类当中毒性极强的响尾蛇不仅能够感知比周围气温高的物体，还能够感知到比气温略低的物体了。在一定距离内可以精准察觉出与周围气温只有0.003摄氏度的变化，这使得任何一个靠近它的小动物呢都逃不脱响尾蛇的死亡定位了。更可怕的是响尾蛇死后1个小时内仍然可以探测到附近15厘米范围内发出来的热能动物，并
自动做出袭击的反应。有的人呢就曾经被死去的响尾蛇给咬伤过。可怕的响尾蛇对人类是造成了致命的威胁，但是对军事的发展却带来了重要的启发。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呢，科学家就研发出来了一种空对空导弹，它的原理与响尾蛇捕猎相同。喷气式飞机的机尾喷管会发出波长为1到3微米的红外辐射流，科学家就用硫化铅制成导弹的红外敏感元件。空对空导弹一旦追踪到飞机尾部的红外辐射，就会紧紧地盯住目标不放了，直到把敌机给摧毁。这种导弹呢就被命名为响尾蛇导弹。响尾蛇导弹的红外探测器能够将红外辐射由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使导弹可以自动的瞄准、跟踪并击中目标，无需人工操作。这种导弹不会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也不会受到白天黑夜的光线制约，成为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空中杀手。在1982年的中东战争当中呢，叙利亚军方损失的20多架飞机几乎全部都是被响尾蛇导弹给击落的。在打击陆地敌军时呢，科学家还研发出来了一种红外热成像制导的反坦克导弹。这种导弹头部被安装了一块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红外阵列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呢可以对攻击目标连续拍摄。导弹发射之后，红外阵列探测器以每秒25帧的速度连续获取目标图像，并把图像送到微型计算机当中。一旦导弹偏离目标计算机就会把信号传送给导弹的舵机，对导弹的飞行轨迹呢进行纠正。这种导弹越接近目标，来自目标的红外辐射呢就越强，于是制导的精度就越高，大大的提高了导弹命中率在各种精确制导导弹体系当中呢，红外制导系统因其制导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隐蔽性好、性价比高等等优点，已经在现代武器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了。据统计目前各国研发的红外制导导弹已经超过了50种，比如美国的响尾蛇、英国的火光、法国的西北风、苏联的格雷尔等等导弹均是采用红外自动寻地制导的技术的。目前各国还在努力发展机动性能更强和敌我识别能力更高的红外制导导弹说到最后我们的话题再次回到蛇有一种叫做尖吻腹的毒蛇呢，毒性比眼镜蛇还要强，相传被它咬一口走不出5步就会毙命，所以民间也会称它为5步蛇。尖吻腹也拥有极其敏感的热感应系统。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夜间在尖吻腹出没的树林当中行走，千万不能用火把来照明，这会吸引尖吻腹突然就向你扑过来。但是用手电筒照明就会安全得多。那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